小女孩只是把一颗鸟蛋带回了房间，轻轻放进被窝。她没想到，第二天醒来时，那颗蛋竟已变得和她一般大小。更诡异的是，当一滴泪水无意间滑落，滴在蛋壳上时，竟瞬间被吸收得无影无踪。起初她并未察觉异常，可下一秒，耳边却传来细微的咔嚓声，那是蛋壳裂开的声音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只布满鳞片的利爪猛然从裂缝中伸出。安妮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着躲进衣柜，连滚带爬也不敢出来。但她终究按捺不住好奇，悄悄从缝隙中望出去。眼前的景象让她彻底怔住。一只怪鸟破壳而出，浑身湿漉漉的羽毛还未干透。最令人惊惧的是它那双漆黑如墨的眼睛，仿佛能看穿人心。就在安妮僵立原地时，窗外突然传来玻璃碎裂的巨响，怪鸟振翅冲出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父亲闻声赶来，见屋内空无一物，只得安慰受惊的女儿后离开。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可那天深夜，安妮正准备入睡，窗帘却被一阵阴风掀起，那只怪鸟回来了。她惊恐后退，但怪鸟并未攻击，反而缓缓靠近，露出被玻璃划伤的翅膀。安妮迟疑片刻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将碎片拔出。怪鸟发出一声低鸣，吓得她立刻捂住双眼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怪物竟也学着他的动作，笨拙的抬爪遮住了眼睛。那一刻，安妮忽然明白，他把她当成了母亲，或是唯一的依靠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这只并非普通的生物，而是一个潜藏于黑暗中的大恶魔。某夜，邻居家的小狗狂吠不止，扰得她无法入眠。就在她烦躁之际，怪鸟悄然溜出房间。不久后，她惊恐地发现，小狗的尸体竟出现在她的枕头上。为掩盖真相，天未亮，他便偷偷将尸体埋进后院。这一幕却被一直讨厌他的弟弟从窗边窥见。次日，弟弟拉着父亲闯入房间，试图揭发姐姐杀狗的罪行。安妮慌忙将怪鸟藏进床底，死死用手捂住他的嘴，生怕他发出声响。父亲注意到床上有血迹，误以为女儿出潮来临，尴尬地带弟弟离开。危机暂时解除，但阴影已然滋生。这天回家，母亲出差归来，送给安妮一把漂亮的粉色梳子。弟弟因未获礼物愤恨不已，竟挖出狗尸，扬言是姐姐所为。父母虽不信，但屋内挥之不去的腐臭味引起了母亲警觉。她四处查看，却发现安妮比赛用的舞衣被故意剪得千疮百孔。意识到女儿有意逃避比赛，母亲严厉警告：如果拿不到成绩，就把你关进小黑屋。母亲走后，安妮蜷缩在角落啜泣。唯有怪鸟默默陪伴，成了他唯一倾诉的对象。他甚至低声祈求：“你能替我去比赛吗？”随着时间推移，怪鸟开始异变，它长出了柔顺的长发，举止也愈发接近人类。可安妮并不害怕，反而视他如亲人。一次舞蹈训练中，母亲看着另一个表现优异的女孩，轻叹道：“要是她是我的女儿，该多好。”这句话如刀刺心，安妮妒火中烧，而屋内的怪鸟似乎感应到了她的情绪波动，猛地冲出家门。当天放学路上，那个女孩身后悄然出现一道黑影。与此同时，安妮身体剧烈抽搐，母亲以为是压力所致，未曾深究。而安妮也始终沉默，因为那人死去，正是她内心渴望却不敢付诸行动的结果。回到家，她发现怪鸟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只脱落的鸟喙。她尚不知晓，那怪物已蜕变为人形。第二天，不久后，妈妈带着安妮搬到了新家。直到这时，她才得知父母早已离婚，隐瞒只为不影响她的比赛。看着继父怀中襁褓里的婴儿，安妮心中翻涌着难以言说的痛苦，只能将所有情绪告诉怪鸟。一天，继父杰克路过安妮的房间，听到里面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。他试图打开房门查看，却被安妮坚决拒绝。无奈之下，杰克只好破门而入，结果下一秒便愣住了。只见一只怪物趴在地上进食。他质问安妮这是什么东西，却不小心激怒了怪物。慌乱中，杰克关紧房门，他的左手被门夹伤，惊恐万分地锁上了房门。安妮无法解释，只能不断道歉。杰克虽心生疑虑，但想到今日比赛，最终选择沉默。训练场上，母亲对安妮失误连连失去耐心，转头却温柔地哄着杰克的孩子。安妮心头压抑至极，而此时，家中那怪物正死死盯着摇篮中的婴儿。他急忙提议让杰克带孩子一同观赛，却被母亲拒绝。
然而，在比赛中，安妮频繁失误，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。她脑海中不断浮现怪物伤害小宝宝的画面，焦虑万分。果然，家中的怪鸟真的拿着斧头闯入了婴儿房。幸好安妮感应到了危险，为了保护小宝宝，她故意从单杠上摔下来，成功阻止了怪物的行动。听到动静的杰克赶忙冲上楼，正好看到怪物从窗户逃走，他吓得头皮发麻。而安妮因手腕受伤，也不得不退出比赛。回家后，杰克命令母女俩立刻搬离这里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差点因他们丧命。无奈之下，妈妈只能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车上，妈妈情绪崩溃，要求安妮以后必须表现好点。安妮低头认错，泪水无声滑落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怪物仍尾随而至。他试图从窗户爬进房间，却被安妮狠心推开，从2楼坠下。但他不肯离去。当晚，安妮进浴室洗澡，母亲走进房间，看见女儿蜷缩在柜中哭泣，心疼地将她拉出，殊不知那根本不是安妮，而是已化为人形的怪物。镜前，母亲为女儿梳头，望着乱发，她用力一扯，整头假发竟被拽下。怪物暴怒，猛然扑向丽莎，指甲深深抠进她的后背。危急时刻，真正的安妮冲进房间，丽莎震惊地看着2个女儿并立眼前。怪物欲再次袭击，却被安妮厉声喝止，不准伤害我的家人，从今往后永远别再来找我。一句话如刀割心。怪物眼中闪过一丝悲痛，转身逃离。安妮终于明白，他是恶魔，杀了狗还想夺走婴儿性命。她跪地祈求母亲原谅，母亲没有责怪她，只知一切皆因那怪物而起。她拿起刀，决心终结这场噩梦。可刚踏入房间，便遭怪物偷袭，刀落入床底，生死一线。安妮奋不顾身扑上前去，丽莎趁机一刀刺穿怪物腹部。她站起身，欲彻底了结他，可安妮却突然冲出，含泪喊道：“够了！他陪了我这么久。”话音未落，他已扑向母亲手中高举的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丽莎颤抖着抱住倒下的女儿，难以置信自己竟亲手杀死亲生骨肉。而就在这时，奇异的一幕发生了。沾满鲜血的怪物伤口迅速愈合，缓缓站起，眼中再无情感，只剩冷酷。最后，他望了一眼死去的安妮，从此他将以安妮的身份活下去。影片至此。